你们知道吗？在一部小成本短剧的后场间隙，一个男生弯下腰，很自然地帮女生把歪掉的发簪扶正，没有台词，没有镜头调度，甚至不是正式拍摄的一部分。可就是这几秒钟，被路人拍下来发到网上之后，评论区直接炸了。有人说这是我今年看过最心动的画面，也有人说民政局我已经帮你们定好位置了。这个女生就是今年短剧圈几乎无处不在的翟一莹。说真的，翟一莹这个名字可能很多人是第一次听说。她不是那种从小选秀出道，也没有惊天动地的绯闻加持。她今年不过20出头，大学还没毕业多久，从上海立达学院走出来，一头扎进了短剧这个行业。2023年，她还在读大3的时候，经人推荐拍了自己的第一部短剧，演一个萌娃的妈妈。谁也没想到，这个不起眼的开始会把她带进一个自己完全没预料到的世界。她拍戏拍得有多拼呢？几乎每个月都有2-3部新剧同时在线，红果短剧平台上收录了她74部作品。有记者去采访她的时候，前一天她刚杀青一部戏，采访完第2天立刻定妆，无缝衔接下一个剧组。有一次连续拍了30个小时都没有休息的机会，她后来说还好自己年轻，体力跟得上。这种连轴转的生活对她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了。可就算这样，她也很少焦虑，很少内耗。用她自己的话说，作为演员，心态一定要放平和，不然真的会很累。而就在这样高强度的工作节奏里，翟一莹和不同的男演员搭档，演出了一段又一段让人念念不忘的 CP。你们不知道的是，她和每一位搭档之间产生的化学反应其实完全不一样，有的悬疑，有的甜宠，有的颠覆传统套路。而这一切的起点要从一部叫《岁岁淮安》的剧说起。这部剧的男主角是王浩真，一个在娱乐圈摸爬滚打了10年，才终于被更多人认识的演员。他和翟一莹相差9岁，一个是初入行的灵动小花，一个是沉淀多年的成熟面孔。按理说，这样的年龄差搭档，观众未必买账。可没想到，两个人一站在镜头前，那种互补的感觉反而成了整部剧最大的亮点。翟一莹的活泼中和了她的沉稳，她的成熟感又衬得她格外娇小。真正让全网记住这对搭档的，是一场几乎没人在意的即兴发挥。原本剧本里，男主角需要展现一段霸道总裁式的强势台词，可拍到那一场戏的时候，王浩真忽然临场把台词改成了一句“我养你啊”，就这么简简单单4个字，播出以后直接冲上热搜，大家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爹系男友。没有咆哮，没有强势压迫，反而是这种温柔又踏实的语气戳中了无数观众的心。而翟一莹这边也在用她自己的方式认真对待这个角色。剧组原本安排男主角在第8集穿一套比较正式的新衣服，可他坚持要求换成一件旧毛衣。他给出的理由特别朴实，他说粉丝都说他穿旧衣服的时候才最像一个真实存在的人。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坚持，让角色瞬间从悬浮的偶像剧人设落回了地面，变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。如果你也觉得这样的细节特别打动人，记得点个赞，让更多人看到这些藏在幕后的真心。《岁岁淮安》这部剧本身的设定其实相当大胆，男主角是女娲一族唯一的男性继承人，女主角却是一个身患绝症的普通大学生。一次意外的救赎里，女主救下了被人下药的男主，反而被咬伤了颈部，两人就此结成血契，命运彻底纠缠在一起。这样带着一点奇幻色彩的甜宠故事，配上两人现实里那种自然的默契，播出3天，播放量就冲破3亿，弹幕密集到有观众反映服务器都在卡顿。其实这种较真不只是在《岁岁淮安》这一部剧里，为了让角色更立体，王浩真专门跑去咖啡厅，一坐就是很久，就为了观察那些真正的精英男士端咖啡时手腕转动的细节，避免自己演的角色显得油腻。而翟一莹这边同样在角色的情绪切换上下足了功夫，有场戏需要他1天之内练习7个晚上，只靠一根发簪插的方向变化去区分角色内心2种截然不同的状态。这些努力观众未必都能一眼看穿，可日积月累下来，就变成了大家常说的那种越看越舒服的感觉。而翟一莹能打动人心的从来不止这一对 CP。
和刘宇航合作的初次尝鲜里，她换上一身新中式造型，被网友笑称是女娃亲自设计的毕业作品。一场单手竖抱的吻戏，直接被剪成片段疯狂传播。跟赵柯淳3次合作的《芝芝复芝芝》，两人的默契早就被观众封为爆款保障，开播48小时，热度就冲到8000多万。你们发现没有？无论换成哪一位搭档，翟依莹好像总能迅速找到属于这段关系独有的节奏，这大概就是大家常说的万人适配体质。可这种适配真的只是运气好吗？其实未必。真正让人念念不忘的 CP， 往往不是靠人设堆出来的，而是两个演员真的把彼此当成一起打磨作品的伙伴。片场里，王浩真习惯性皱眉的时候，翟依莹会随口说一句：“王老师，你皱眉的样子像极了我爸在催我相亲。”一句话就把紧张的气氛化解掉了，原本要重来3次的戏份，顺顺利利的就通过了。这种默契不是剧本写出来的，是两个人在一次次磨合里真正建立起来的信任。评论区里，你们支持翟依莹和哪一对 CP 最甜？可以留言告诉我。回过头来看，岁岁淮安最后拿到了3亿播放量，翟依莹也因此提名了新人奖，粉丝数一下子涨了200万。可比起这些数字，更让人感动的其实是这些镜头之外的小事。是弯腰帮他扶正发簪的那个瞬间，是坚持要穿旧毛衣的那份认真，是随口一句话就能化解片场紧张的默契。这些藏在幕后的温柔，才是让观众真正相信这段感情的原因。说真的，短剧这个行业节奏快，竞争大，很多 CP 靠的是话题，热度一过就被遗忘。可翟依莹和她的搭档们让人看到，真正的用心从来都藏在那些没人要求你做的小事里。是主动去观察生活的细节，是愿意为了一个角色反复琢磨，是在紧张的片场里还记得照顾对方的情绪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才会有那么多人愿意相信屏幕内外这份甜是真的。而这份用心好像也在被更多人看见。翟依莹凭借这些角色提名了新人奖，粉丝数一下子涨了200万。王浩真也接到了古装大制作里的重要角色。有人说，短剧的热度就像烟花，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可翟依莹用这一部又一部作品证明，真正打动人心的东西，从来不会真的过去，它会留在观众心里，变成一次次重刷的理由，变成评论区里那些真心实意的祝福。现在，翟依莹的待播剧单上，还有和张吉骏合作的新剧正在筹备。据说这一次，他要挑战完全不一样的类型。会是悬疑还是校园，没有人能提前知道答案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只要是他出现的地方，观众总会愿意多留一份期待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，你们最期待翟依莹接下来和谁搭档？评论区告诉我，我们下期见。